小姑子悄悄带着她儿子占了我女儿的学区房，被发现后，老公和婆婆拼命劝我，不就是一套房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你也没生儿子，到时候你职责大了，还不是得靠着他？我摔杯而起，那是我爸妈出钱买的房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婆婆当即给了我一巴掌，骂我不识抬举。为了维护我女儿的权利，我直接撕破了脸，却发现了惊天秘密。我替女儿办入学手续，却被告知我提交的学区房名额已被使用。张女士，抱歉，你提交的学区房名额已被使用，下次能申请名额的时间是6年后。这套房是我爸妈买给圆圆的，也就是我女儿，就冲着这里的实验一小的教育资源，平常我们都没有在这里住，而且1年前才装修好，也没有对外出租过，现在却告诉我被人用了。我打了个电话给老公，林杰，那套学区房你租出去了吗？林杰支支吾吾，半天才装作很忙的样子。老婆，我现在在忙，房子的事我回去和你说。我很生气，他的反应就知道这件事肯定和他有关。我回了家，女儿刚上完舞蹈班回来，看见我直接飞扑到我怀里，妈妈，你回来了。看着女儿纯洁无害的面孔，内心一阵柔软。当初生下她的时候，我就暗暗决定了，要在我能力范围内给她最好的资源和关爱。和女儿玩闹了一会，林杰总算是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发现我脸色不好，把女儿打发回房间，将我抱在怀里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我转了个身，从他怀里挣脱出来。怎么了？你应该说说那套学区房到底怎么回事。说到这里，我语气多了几分愤怒。林杰支支吾吾，眼神朝婆婆房间飘，半晌他才说，哎，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？那套房借林青青住了，妈说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林青青是我的小姑子，在我嫁进来之前就听说她未婚先育，偏偏的男人跑了，留下她和一个儿子相依为命。我嫁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孩子刚满月，婆婆觉得小姑子和我们住一起实在不方便，就让她搬了出去。偏偏小姑子觉得是我在背后怂恿，这些年一旦见面就从不给我好脸色，总觉得是我排挤她，逢年过节的更是怂恿她的儿子抢我女儿的礼物，以至于我鲜少和她有所来往。婆婆这时也从房间出来，明显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。小张啊，这件事都怪妈不好，你可别怪林杰，都是我自作主张让庆庆住的那套房子，实在是见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你也是有女儿的，你应该能体会当妈的辛苦。婆婆这样说，我也柔和了几分。自从有了圆圆，也更能体谅婆婆的不容易，又心疼女儿，又得顾着儿媳妇这头，确实两难。我松了口，妈，小姑子要是想住那里，我没意见，不过学区房的名额还是要还给圆圆，毕竟这套房本来就是我爸妈给圆圆读书买的，职责要上学，我可以帮她联系其他学校，也不比实验一小差，怎么样？婆婆和老公对视了一眼，婆婆接下话，好，我和庆庆商量商量。当下我有几分不满，却没有说出口。我爸妈买的房子借她住了，现在让她把名额还我女儿，还得和她商量。一连几天，我都催着林杰和婆婆，他们不是找理由，说忙就说不急，只是想等到开学了，到时候木已成舟，实在等不及了，再迟一点，远远就上不了实验一小了。我决定主动找小姑子谈话。到了之后，我拿出钥匙开门，却发现门锁都被换了。我用力敲打着门，一直没有回应，再不开门，我报警了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朝里面喉咙声，然后我就听见房间的着急的脚步，紧接着门开了，出来的人是林金庆，头发整洁，没有一丝凌乱，怎么可能是刚睡醒的样子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刚在午睡，没听见，不好意思呀。林金庆说着，却没有一丝想让我进去的样子。我来是问你，什么时候把学区房名额还给圆圆？房子借你住可以，你不出房租也可以，只能圆圆要上学这件事，我不可能退步。话落，房间内就冲出一个小男孩，直接一头往我肚子上撞，一个贱女人，从我家滚出去！我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坐在地上，好在及时抓住门槛，小男孩见一下没把我撞倒，眼神又凶厉了几分。我撞死你个贱女人！林静亲压根没有想完的想法，也是值得能对我有这么大意见，那就只能是我这个小姑子没少在他耳边嚼舌根啊！我直接一个侧身，直自撞到空，整个人往地上一栽，眼冒金星。林金庆瞪了我一眼，你躲什么？我儿子要是有什么好歹，你看着办。他跑过去看自己儿子，确认只是擦破了点皮才放下心。我刚想说，就他这样教我儿子，迟早会害了自己儿子，嘴还没张开，林金庆骤然扑通一声朝我跪了下来，还不忘把他儿子也拽着跪了下来，一边给我磕头，一边喊得很大声，小俊，快点你就妈道歉，说对不起，说你不应该抢他女儿的名额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搬走，你别再打小俊了。他儿子也非常上道，跟着林金庆就磕头，就妈对不起，小俊以后不读书了，你别打小俊，别把我赶走，我不想没有家。呜呜呜！我脑子还没转过弯，林金庆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，下一秒就看见楼道的电梯门一开，婆婆和老公出现在视野里。很显然，他们肯定都听到了林金庆和他儿子的话，不就是一套房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你也没生儿子，到时候你侄子大了，还不是得靠着他？婆婆冲到我面前，抬手一个耳光打到我面前。小俊愿意住这里，是看得起你，不然等你死了，我看有没有男丁给你摔盆手铃，你还敢打我宝贝孙？你真的要翻天了！林邪看了我一眼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既要转头将林邪庆母子扶起，林邪庆母子相继扑进林邪怀里大哭，哥，嫂子容不下我，我还是走吧。呜呜，舅舅小俊的头好痛啊！小俊以后是不是没有家了？我想要爸爸。呜呜，整个楼道都充斥着林金庆母子俩的哭声，我气得手都在发抖。林姐，你也相信是我打的？我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，相爱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人，难道他不清楚吗？
我再怎么不喜欢林晶庆，也不可能对一个小孩子动手。林杰冷着脸不说话，显然一副不管我怎么辩解都不信的模样。之前我还没嫁进来的时候，林晶庆可没少人这种方式污蔑我，不是自己假装跌落在地，说是我推的他，就是假惺惺装可怜。嫂子嫁进来后，这个家是不是就没我的位置了？那个时候婆婆和林杰都是无条件维护着我，别和你嫂子闹，以后你嫂子和我们是一家人，也会安抚我。小张啊，到时候你嫁进来，庆庆肯定是会搬出去的，就放心。他呀，就是情感上受到了伤害，一时情绪激动，我们都是相信你的。在林杰的再三保证下，我才嫁了进来。他们确实没说谎，在林晶庆生下孩子1个月后，婆婆就让她搬了出去。那个时候她不管怎么闹，婆婆都没有心软一分。连我都看不下去，想让小姑子留在家里时，婆婆还安慰我，小张你别自责，和你没关系的。她既然生了娃，总要自己独立起来。我只是让她搬出去，也没说不管她。后来小姑子搬了出去，更是很少回家，也就逢天过节会带着儿子回来聚一聚，只是每次都免不了要阴阳怪气我。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有愧，就让着她。没想到她现在变本加厉，不仅霸占我的房子，还叫秀儿子做出这种事。婆婆打完我一巴掌，情绪也冷静了下来。林青青现在住的可是我的房子，要是把我惹毛了，他们也落不了什么好。婆婆开始做和事楼，想这件事就这样算了。小张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打小俊这件事就算了，这房子还是接着让，不可能。可能就这样算了。我打断婆婆的话，也对林姐彻底失望。这件事发生到现在，从始至终她都没有站出来维护过我。明明是这个小哥哥自己撞的这个姐姐，然后阿姨就莫名其妙拉着小哥哥跪下道歉，这个姐姐什么也没做呀。一道清脆的小女声从我身后响起，我转头一看，对门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，探出了个小女孩的脑袋。对门的家长也听到动静，连忙出来把自家孩子抱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然后飞快的把门关上。林静庆刷了一下脸色苍白，婆婆和林杰这下知道了真相，都有几分无地自容。林杰无力张嘴，老婆，我不知道是这样的。婆婆也干大笑了笑，说都是误会，没有误会，给你1天时间从我家搬出去，否则我就报警了，非法居住，你自己量量什么罪行。说完，我也不管婆婆和林杰的脸色多难看，转身就走。林杰跟在我身后，一直道歉，老婆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受委屈了。婆婆没跟来，小俊自己撞了一个大包，他心疼地带人去医院了，要我说再晚点去，伤口都要愈合了。回到家后，我给林杰下了最后通牒，林静庆明天要是没搬走，我就真的报警，你别以为我是开玩笑的。林杰连连和我保证，我马上让庆庆搬走，也让他把我们女儿的名额让出来。尽管他这样说，我依旧很生气，这也是第一次，我和林杰结婚这么多年，分房而睡，他睡主窝，我和女儿一起睡。半夜，女儿突然闹肚子疼，我匆忙敲响主窝的门，门打开一看，根本没有人，女儿又痛得厉害，小脸落白，有气无力的喊着妈妈，让我忍不住落泪。我也顾不上其他，也没注意到婆婆也不在家，抱着女儿打车前往医院。到医院忙了半天，医生说是吃坏了肚子，挂个点滴就好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我带着女儿坐到急诊的走廊，她卧在我怀里，妈妈，爸爸呢？我打10几个电话给林姐，都是无人接通。爸爸有工作要忙，元乖，挂完这瓶点滴我们就回家了。我轻声安抚着女儿，一遍又一遍，擦去她额角上的汗珠，直到凌晨3点，终于挂完了点滴，女儿也已经睡着了。站起身的时候，我腿都麻了，怕吵醒女儿，硬生生抱着站在原地。也就是在这时，我居然在医院看到了林姐，我以为她是看见我发的消息赶来的，刚要出声喊住她，下一刻我就看见林姐往病房走去，我一点一点抱着女儿挪了过去。病房里，小俊躺在床上，哼哼唧唧的喊着头疼，林晶庆急地快哭了。见林姐来了，好似松一口气，婆婆也在一旁着急忙慌，他们好像才是一家人。我看看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，抱着女儿独自离开了，也暗暗做下了一个决定，我要离婚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林晶庆每次他的儿子有的小毛病，他就大题小做，而林杰总是在自家女儿和外甥之间选择这个外甥。我不是没说过，林杰却觉得我妹妹一个人带孩子多不容易，她都搬出去了，你真的想她自己一个人死在外面吗？有的时候我觉得远远不是非得需要这个爸爸。我抱着女儿回的家，只是确认女儿没事，我才缓缓睡得下去。第二天，我问林姐去哪里了，公司临时要开会，手机关机了，对不起老婆。她总是这样，及时认错，嘴里却没有实话。林晶晶今天要搬走，你别忘了。我又提醒了她，林杰却不似昨晚那么配合，神色变了变，有几分纠结。老婆，小俊这孩子身体不行，搬来搬去的，不然你看。我挥手打断，不可能，没得商量。婆婆从厨房出来，语重心长地坐到我身旁，小张，妈知道昨天是妈不对，可你看看，庆庆毕竟是我的女儿，如果换成是圆圆，难道你舍得？你就看在爸的份上，能不能让庆庆就住哪？至于学校，我们也可以给圆圆联系11、2小，这个学校也不差的。庆庆一个人真的不容易，你看，你生的是女儿，将来是你和林杰都去世了，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，实在不行，让庆庆把小俊过继给你吧。我大为震惊，婆婆这是什么意思？算盘都快崩我眼珠子上了。我有女儿，凭什么帮别人养儿子？妈没有可能，我教出的女儿要是林晶庆一样，那我一定不认这个女儿。而且我有女儿不需要别人的儿子，对我来说，儿子女儿都一样，我不在乎这些。林杰难道你也是这样想的？林杰没说话，等于是默认了婆婆的说法，我的心更凉了，这就是我当初非要嫁的男人。还有，我最后强调一遍，房子是我爸妈买给圆圆的，房产正常名字只有我，和你们家没有一点关系，
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，我就转身回房间照顾女儿，连自己女儿病了都没多关心一下，心心念念只想着自己好妹妹的儿子。见女儿还在睡，我走到阳台处给我学法的朋友打了个电话，把事情都和他说了一遍。这个婚我是一定要离的，婚内财产我不要也可以，但是我要女儿的抚养权。朋友表示这种渣男凭什么要把钱都留给他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钱和孩子你都得要，得到他的保证我才放下心来，我只需要安心的等待。大抵是见到我的态度强硬，下午物业就打电话告诉我林金庆已经搬走了。我以为林姐总算还有一丝对圆圆的父爱，没过多久，客厅就传来吵闹的声音，叮叮当当当搬家一样，女儿睡得极其不安稳。我正准备出去看，就听见了林静庆和林俊的声音，哥，你娶的都是什么女人？这也太小气了吧，不就住他一个房子吗？还要报警，威胁谁呢？紧接着是林俊奶声奶气，听着却让人心寒。等他死了以后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嘘，小声点，你舅妈在房间呢。婆婆连忙捂住林俊的嘴，我也是在这时开门走了出去。我盯着林俊小小的身影，恶狠狠的不说话。小孩最欺软怕硬了。林杰连忙出来解释，老婆，庆庆已经搬出来了，一时间没那么快找房子，就只能先回家住几天。婆婆不太高兴，我女儿想回来住就回来住，难不成她还有意见？这可是我家。这个他不养女说的就是我了，明明当初把林金庆赶出去的也是他。自从我生了圆圆，表示不可能再生二胎后，婆婆对我态度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变。我刚想说话，电话就响了起来，是我那个律师朋友约我出门一趟，还挺急。我懒得和他们争吵，原为病了，在睡觉，林姐你看着点，我出去一趟。朋友和我约的地点就在家附近，一来一回也就10分钟。我到了约定的咖啡店，没等多久，朋友就来了。顾倩，这么急就约我出来怎么了？我看着顾倩一进门，表情格外凝重，心也加速了几分。她拿出了一备资料，你看看吧，你老公结婚这么多年，账上竟然没有1分钱，他的流水都是打进了你婆婆户上。我心已经来不及多说什么，拿起资料翻看，原来从我和林姐结婚起，她的工资都打给了婆婆，这意味着我和她离婚，她还要分我的存款。从结婚起，她就开始防备着我了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我不是学法的，都清楚她行为的意义。那怎么办？顾气暗沉吟片刻，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你知不知道你老公每个月都会打钱给你婆婆？如果他是背着你，那只要证明这笔钱属于夫妻双方婚内财产，还是可以追回的。这下我的心彻底跌入了谷底，因为我是知道的，准确的说，因为我们是和婆婆住在一起，平常做饭买菜这些都是婆婆负责，那我们肯定是要给生活费的，甚至当初还是我主动提及给婆婆生活费这件事，可我也没想到林杰竟然利用这个漏洞转移婚内财产。我把事情经过和顾倩说了一遍，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棘手，需要从长计议。这样吧，你找机会套套林杰的话，我这里再去调查调查看看，他有没有别的过错，我们双管齐下。顾谦让我别太焦心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。我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走回了家，到家门口时，一阵哭声让我瞬间清醒，因为那是圆圆的声音。我连帮开门，就看见圆圆摔倒在地，额角上流着鲜血，脚边还有摔碎的玻璃渣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林俊，他正指着我女儿大骂，都怪你，我要是打死你，这个家就是我的了。一股怒火用脚底涌了起来，又心疼又生气。林杰看见我有几分慌乱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小俊他不是故意的，我故意你妈。我冲上前，直接往林杰脸上扇了一个耳光，你配做爸爸吗？自己女儿被人欺负了，你还帮欺负的那说话。我又一个转身，直接揪起了林俊的衣领，对着他左右开弓，小小年纪不许好，今天我就教你怎么做人。大概是被我气势吓住了，婆婆和林晶晶没一个上前拦着我的，直到林俊娃都哭出了声，喊着妈妈救我，你快打死这个贱女人。他们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上前拦住我的手，我把人甩在地上，也不担心他会摔疼，这地上铺了地毯，摔不死。我把女儿揉在怀里，圆圆不怕呀，妈妈帮你欺负了坏人了，你告诉妈妈发生了什么好不好？在女儿断断续续的哭声中，我才明白，女儿睡醒了找不到我，就自己出来客厅，然后就看见林俊把她最喜欢的娃娃掰断了手，她一生气就冲上去想把娃娃抢回来，也就是这时，林俊直接抄起茶几上的玻璃杯朝女儿头上砸去。而发生这一切的时候，3个大人都在场，没有一个人护着女儿。我红着眼听完女儿哭诉，死死盯着林俊，给我女儿道歉。林俊正是已经被婆婆护在怀里，他抽烟着，还不忘梗着脖子朝我吼，我就不，我妈说了，只要没有林俊元，这个家就是我的，我没有错。这下我彻底失了理智，任何一个做妈妈的都不会允许有人这样说自己的孩子。我忘记了我是怎么冲到婆婆面前，只记得我一把抢过林俊，把他高高拎起。林晶庆想上前抢，被我一脚都踹开。林杰更是怂得跟龟孙一样，一动不敢动。所有人就看着我发疯，我拎着林俊的脚，把他倒立过来。你道不道歉？我没错，妈妈救我，乌马，我要爸爸，乌马吗？我一步步走着，把林俊拎到阳台。我再问你，道不道歉？小俊，张锦怡，你快把我儿子放下！林俊庆在后面嘶吼，婆婆也怕了。小张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我转头看了眼林俊庆，你们最好别过来，你既然管不好儿子，那我就替你们好好管教一下。林俊好像知道没人能救他，当即就要裤子。你舅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打人了。妈妈，我把人放下后，婆婆和林晶晶直接冲到了林杰身边，我女儿就站在原地，额角上还流着鲜血，除了我，没一个人关心她。我抱起女儿往外走，到门口时顿了顿，林杰，我们离婚吧。关门前隐隐约约听见林杰说，不可能，可我不在意了，就算什么也不要，我也要离婚。我带女儿去了趟医院，好在伤口不深，不会留疤，为了确保没事，
我还带圆圆拍的脑部 CT 报告说有轻微震荡，得好好休息几天。可想而知，林俊当时是下了多重的死手。我强忍泪水，也责怪自己，为什么不早点离婚？早点离婚，把女儿从这家带走，她就不用受这些委屈了。圆圆一路上一言不发，乖巧的向着自己娃娃，宝贝，你是不是吓到了？我实在担心，女儿要是因此心里留下了什么阴影怎么办？没想到，圆圆摇了摇头，还冲我笑了笑，妈妈，你和爸爸离婚吧，我要跟着妈妈。爸爸对我一点也不好，我和林俊吵架，他永远都是帮着林俊，他会偷偷带林俊去吃好吃的，可从来没有带我去过。我可以不要爸爸的，圆圆有妈妈就够了。我眼睛又一酸，觉得做邻居做亲了，同时我也自责，平常对圆圆的关注还是太少了，忽略了原来他根本没有获得多少父爱。回到我爸妈家，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，我爸气的拿起刀就要往外冲，我妈也抱着圆圆心疼的不得了，好不容易才把我爸拦住。他有几分恨铁不成钢，当初就说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，竟然敢这么对我女儿，难道他忘了他能爬到如今的地位，靠的都是谁吗？我这才恍惚记起，林杰和我结婚前在公司只是一个小职员，甚至还面临着被裁员的风险，他是靠着我爸和领导有关系，一步步爬到如今这个位置的。也就是刚结婚时，他们一家都对我格外殷谦，到了后来远远出生，好像慢慢的变了。爸妈，我要和林杰离婚，我爸妈都表示支持，这种男人就是大街上随便找一个都比他强。晚上我把女儿哄睡着以后，顾妾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你们结婚这7年，林杰基本每个月都会去汇泉酒店开房，但是和他一起开房的女人不确定，都是钟点房，女方没有登记，我还得再查查。简而言之就是林杰出轨了，甚至在我们结婚没多久的时候，而这一切他偷偷摸摸进行了7年，我毫无察觉，为了不自觉一阵翻涌，我只觉得恶心，我强忍的不是睡了下去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我就决定去和宋杰谈离婚，也是这时发现林杰到现在一个电话也没打过，甚至没过问一声圆圆怎么样了。好在我对他的态度已经不在意了，打定主意要离婚。到家门口我刚想开门，好像听见林俊在喊爸爸，然后林杰应了一声，紧接着是婆婆的声音，儿子，张锦衣的女人不会真的要和你离婚吧？林姐，妈，你放心，她就算真的要离，也得掂量掂量，自己离了我，还能找什么男人？后面的语气还有几分洋洋得意。而且这些年我的工资可都转给你了，他也知情，我会每个月给你打生活费。难道有法律规定不能把自己工资都上交给自己妈吗？婚内财产他不仅1分钱拿不到，还得把他的存款分给我。听到这里，我的拳头不自觉攥紧，恨不得冲进去给他来上2拳。婆婆又说，离了也好，赶紧给我乖孙一个名分，要怪就怪那个女人生不出个带把的，还好有亲情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信息量有点大，乖孙、名分，每个字我都认得，怎么合在一起就听不懂了？还好林金庆好心的替我解决了这个疑惑，妈，不委屈，当初让杰哥娶了林金庆我也是同意的，只要是能对杰哥好，我受什么委屈也是愿意的。我掐把大腿才回过神，什么意思？林金庆和林姐，可他们不是兄妹吗？我还想再听什么，里面就没个声音，站在门口确认了一会，他们确实不再继续这个话题，我才推门而入。婆婆见我回来，以为我是后悔提离婚回来认错的，那姿态难逆的高高的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昨天你是怎么对小俊的？把孩子吓到半夜都惊醒，你不想离婚也行，你把那套学区房还给等庆，这件事就算这样过去了。我没有回答，反而是开箱林姐，你也是这样想？林杰头转向另一边，不敢和我对视。闹钟，我笑了笑，要不要我干脆把房子过户到林晶晶下？三人眼睛都亮了亮，眼底的贪婪好比掩饰。我又继续说道，你们肯定是想我这样说吧？少白日做梦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提离婚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这些年你把工资都打到婆婆的名下，可能还依旧是婚内财产，只要我起诉你，罪名成立，那就涉嫌婚内诈骗。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和我走离婚程序，女儿抚养权给我，你那点工资我还看不上。大抵确认了我的神情不思作假，林杰这才拍桌而起，说来也是可笑，他难得有几分气魄，竟然是在我们离婚的时候。离婚可以，你想要女儿的抚养权，除非你净身出户，那套学区房也得过户给我，否则免谈。我看着他梗着脖子，眼底都是算计，这才惊觉，这些年我到底嫁了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和我争女儿的抚养权？这么些年，女儿生病的时候你在吗？林青青一个电话，你大半夜都要出去，女儿受伤到现在，你问过一句吗？就你这样的人也配称人妇？这些年要不是靠着我爸的关系，你以为你能走到今天这个程度？林姐被我撕下这层面纱面红耳赤，一时间又说不出话反驳，她自认理亏，可这不代表她肯亲一口离婚。我就一句话，房子给我，女儿给你，否则免谈。你别以为我不懂法，这些年我的工资可都上交给我妈了，你要是想打官司，我奉陪到底，到时候你的钱和房子都属于婚内财产，一样有我的份。而且你一个全职主妇，有什么资格抢夺女儿的抚养权？很好，看来林杰还特地钻研过婚约法，那就法院见好了。直到沟通不清，我也不再和林杰纠缠，我进了主窝，准备收拾好衣服，和女儿的日常用品带走。林杰想瞒着我，不让我进去，我直接一个过肩摔，然后从他身上跨过。你是忘了，我体院毕业的。进了房间后我才明白，林杰为什么不肯让我进，因为这里竟然有林晶晶的衣服。这一刻，我开始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这真是亲兄妹能做出来的。我收拾好女儿的东西，离开林家，准备继续找顾妾深入调查。回到住处，没想到顾倩却先一步打来电话，一开口我就震惊了。顾倩，锦衣，你那个什么小姑子，根本不是林杰的亲妹妹，我找人调查，你婆婆从始至终只生了一个
而林金庆应该是你婆婆买下来的童样喜，细思极恐，她的儿子比圆圆还大1岁呢，一切真相都浮出水面，之前林杰的一切行为好像都得到了解释。这样看来，婆婆显然是知情的才对，她怎么敢放纵这段关系？这么说，我才是那个小三。顾倩沉思，你别这样想，我猜他们是为了你给林杰带来的资源，你才是那个受害者。放心，你和林杰是有法律保护的婚约，这些年他和林金庆义算是婚内出轨，到时候打官司肯定是对你有利。到这一步了，钱我也不要了，林杰竟敢把事情做这么绝，那我也不打算让他好过。我把林杰和林军的亲子报告，以及林杰和林金庆的开房记录打印成传单，然后请了几个小时工，我让他们在林杰的公司附近和家里不同时段连续发传单。短短几天，林杰骗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至于学区房的名额，林家根本不可能主动再让出来，我直接以违法占有、欺诈占有学区名额进行了申诉。要知道，他们替林俊办理入学，从始至终都没有经过我这个业主的同意，更是非法入住。尽管现在搬出来了，我也有起诉他们的权利，直到法院的审判书送到林杰面前，他才慌不答别打电话求饶，已经晚了。我掌握了林杰出轨的证据，还有他亲口承认这些年打给婆婆的钱都是婚内财产的录音，足够我起诉了。开庭那天，法院同事审理我和林杰的婚姻判决，以及林杰和林金庆欺诈获取学区房名额，还有对林金庆的婚内财产追回起诉。你真狠！开庭前林杰在被告席咬牙切齿道，我根本不在意，证据应俱全，我完胜3场庭审，我和林杰正式离婚，女儿的抚养权归我，以及他婚内转移的财产我分了40%，也就是20万。林杰和林金庆的欺诈案，法院判决取消林军的学区名额，以及赔偿我5万元损失费，再加上林金庆这些年所有的花销，都属于林杰的婚内财产，法院判决全部追回。林杰这些年给林金庆花费140万，依旧按40%分配，我分56万，总共数为81万。而我名下的财产是由我父母全资购买，不算在婚内财产，也就是说，林杰和我离婚，什么也得不到，还得倒贴我爸11万，想想我就开心。而林杰在这场庭审结束后，他也将收到公司的解评通知，他真是忘了，我爸能帮他平步青云，自然也能将他转入泥潭。总算赶在9月开学季让圆圆顺利入学，而我爸妈也肩负起送圆圆上下学的任务，至于我则是出去重新找了份工作，7年后再次进入职场，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，好在我勤奋好学，这片职场将来总有我的一片天地。听说林杰离之后到处碰壁，根本找不到工作，当然也有我爸的功劳，薪资待遇低的他又看不上，可生活中到处都要用钱，不得不低下头送起了外卖。至于他那宝贝儿子，为了让他能继续上学，他们一家掏空的家底才转去11、2小，就连多年不上班的林金庆，也不得不为了生计跑去给人当保洁。一家人要是看好好努力，还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要怪就怪他们把邻居宠得太过火，才小学2年级，竟然在班上和同学打架，硬生生拿笔戳破了同学的眼睛。他们家不仅面临着天价赔偿，学校还要把人开除，林家后面还来求过我，希望我能借他一点钱，我让他有多远就滚多远，少来姐面前碍眼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，现在一家人只能租房生活。后来林青青受不了这种日子，直接和一个老男人跑了，连儿子也不要了。林杰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不得一加班继续送外卖，就这样因为疲劳过度出了车祸，断了一条腿。不过他也拿到了巨额赔偿，一家人省吃俭用的，大概能够供到邻居上大学吧。只是他们的生活真的可能那么顺利吗？不知道，我不再关注了。再后来我升职加薪，女儿也格外懂事，成绩优越孝敬长辈，我觉得这样很幸福。全文完结。